巴基斯坦230个集装箱炮弹运往乌克兰，印度羡慕嫉妒恨，中国怎么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延绍。据印度经济学报报道，巴基斯坦将于4月份向乌克兰大规模运送武器弹药，这预示着巴基斯坦与乌克兰的国防关系正在急剧升温。印度媒体称，从获得可靠的情报显示，为了深化国防伙伴关系，巴基斯坦将于4月份通过2艘船只从卡拉基港运送230个武器集装箱。这些运送武器的船只越来越多地利用美国和欧洲的国旗，然后在波兰和德国的港口进行移交，其中可能包括坦克、炮弹等物资。此前呢，印度媒体还曾经曝光说，巴基斯坦正计划将原来从乌克兰采购的T-80U 主战坦克转交给乌军，这类坦克的总规模超过了300辆。巴基斯坦还向乌军交付了155毫米炮弹和122毫米的炮弹，前者可以适配西方援助的榴弹炮，而后者是西方国家不生产的原苏联起制的炮弹。乌军的2S1康乃馨型122毫米自行火炮已经用上了巴基斯坦生产的炮弹。要注意，巴基斯坦的122毫米炮弹还是来自中国援建的项目。巴基斯坦从北方工业公司引进的苏联第30型榴弹炮弹药生产线。巴基斯坦的主要弹药制造单位是国防部下属的巴基斯坦弹药总厂，下设14个分厂，可以生产大量的弹药。在2022年下半年，巴基斯坦给了乌克兰75000发炮弹，随后又交付了159个集装箱的炮弹，从重量估计大约有20万发。如果这次230个集装箱装的都是炮弹的话，那么大约为32万发122毫米炮弹。这个是怎么算出来的呢？因为一个集装箱可以装30吨的货物，而一发122毫米炮弹的重量是21公斤，一个集装箱最多可以装1400发左右的炮弹。当然，也不能排除巴基斯坦这次真的开始向乌克兰交付坦克了。对美西方援助下的乌克兰来说，现在最缺的恐怕还不是坦克，而是炮弹。由于欧美在炮弹产能上出现严重的缺陷，全世界拥有强大炮弹生产能力的国家，而且愿意向乌克兰提供炮弹的也只有巴基斯坦了。巴基斯坦的炮弹虽然使用了中国援建的生产线，但是双方应该没有技术转让和出口限制的协议。虽然中国在俄乌冲突中保持中立，但是巴基斯坦完全有权利决定自己的炮弹和坦克卖给谁。我们没必要在这个问题上陷入内部争吵。中巴友好是一回事，并不等于中国有权利控制巴基斯坦的军火贸易。当前巴基斯坦面临的最大危机就是国家可能破产，这就离不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而美西方呢，正是抓住了巴基斯坦的软肋，利用对巴基斯坦援助进行要挟，换取从巴基斯坦采购武器。最早，英国直接出动战略运输机，将巴基斯坦的炮弹空运到乌克兰，以落实对乌军事援助的承诺。随着俄乌战事的发展，欧美在炮弹的供应上进一步枯竭。美国利用对巴基斯坦 F-16战机的维护，对巴基斯坦提供资金援助等条件，已经让巴基斯坦变成了军援乌克兰的重要炮弹来源。还有一点，西方国家从巴基斯坦采购炮弹，成本可能要比他们自己生产还要便宜，这原本就是非常划算的买卖。印度人看待巴基斯坦武器弹药进入乌克兰，不是真的反对，而是羡慕嫉妒恨。原因很简单，印度在军火贸易上对俄罗斯的依赖度比较严重，还不敢对乌克兰援助或出售武器装备。如果印度要保持自己的中立地位，维持与俄罗斯的特殊关系，那么就只能眼睁睁看着巴基斯坦这个敌对国家变成与西方国家更亲近的一方。最近，西方国家不断地利用印度国内的经济丑闻和人权问题敲打莫迪，就像是在表达一种不满。巴基斯坦原本可能要破产，但是因为乌克兰危机，发现自己的炮弹产能是如此有价值，因此该国政府当然会抓住机会获得西方的援助。
对于巴铁的选择，我们不支持也不反对，因为这原本就是巴基斯坦的内政。从更大的战略角度来看，巴基斯坦发展得好，对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也是有利的，所以巴方应该不会感受到中国的压力。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